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师局，我是米兰。中南海今天低头，官媒确认习近平在韩国见川普不是友谊之旅，是求生会谈。会前几小时，中粮紧急下单3批美国大豆18万吨，直接锁仓。这是在求和还是想换喘息？市场先表态，豆价冲上15个月新高。同一时间，川普在亚洲一路收割。日本抛出4900亿美元投资包，到韩国最高荣誉勋章加黄金王冠复制品加身，象征天命与统治权。一边加冕一边签字，真正的细肉在于交易换时间，还是时间换代价？中共官方终于证实，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与美国总统川普在韩国会晤。川习会前，中国对美国也释放了服软信息，这给中美贸易协议的最终签署带来希望。据路透社报道，2名贸易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有企业中粮集团购买了3批美国大豆。据悉，中粮集团通过美国太平洋西北港口采购了约18万吨大豆，将在12月和明年1月装运。中美达成的框架协议上签字。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周日表示，协议内容将包含大量采购美国大豆。受川习会乐观情绪推动，大豆价格走高，10月29号，期货价格触及15个月高点。彭博社认为，任何协议都难以扭转长期贸易格局变化。过去几年，随着最大生产国巴西产量激增，在全球贸易占比大幅提升，降低了中国对美国大豆的依赖程度。最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近年持续降温，中共政府难以做出大规模的采购承诺。据 StoneX 集团估计，在截至8月的销售年度内，中国无需采购超过1000万吨美国大豆。彭博汇编数据显示，这将是2006年以来最低的全季采购量。英国大宗商品经纪和交易服务公司 Marex Group PMC 董事 Vinicius Lato 表示，就常态而言，中国仍可能每季购买近2000万吨美国大豆，除非巴西出现重大减产。然而，与2020至2021季的逾3600万吨相比，这一规模仍相形见绌。美国正在努力分散出口市场，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包括与英国在内的其他市场达成协议。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10月29号表示，日本同意将购买价值80亿美元的美国玉米、大豆、大米、乙醇及其他商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执行长吉姆·萨特说，我们很幸运，美国大豆的销售网络非常广泛，他希望美国大豆顺利进入中国市场。无论如何，这对美国农民来说是一场及时雨。贝森特10月28号表示，大豆种植者会对今年及未来几年的这项协议感到非常满意。投资顾问公司伟达合伙人、经济政策研究主管亨利·艾塔特雷兹说，农民是否能切实感受到及时的成果，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农作物在田间腐烂的风险依然存在。无论如何，川普对与习近平的会晤保持乐观，他的亚洲之行一路收获着贸易协议和投资承诺。在日本，川普不仅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建立了紧密的个人关系，日方还宣布了一系列由日本资助的价值49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和技术投资项目。韩国是川普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欢迎仪式上，李在明将代表韩国最高荣誉的无穷花大勋章赠给川普，表彰他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川普是第一个获颁这枚勋章的美国总统。接着，李在明把一顶韩国古代新罗王朝的天马种黄金王冠复制品赠予川普，这是专门为川普制作的复制品。新罗王朝是统治朝鲜半岛的3大古代王朝之一。其中公元5至6世纪的艺术品尤其精美。据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介绍，新罗王朝金冠象征国王及统治阶级的神圣权威及绝对统治。王冠上会有枝叶繁茂的树，象征君主的天命。天马种金冠据信是新罗王朝中现存最大最华丽的金冠。韩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金泰镇表示，
天马种金冠象征连结天界权威与人间统治的神圣性，以及领袖的强大领导力及权威。将金冠赠予川普，象征新的黄金时代。川普与韩国就一项关键的价值35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达成了一致。川普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后宣布，我们的协议基本敲定了。川普的亚洲之行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万人瞩目的重头戏仍然是10月30号的川习会。韩媒《东亚日报》引述知情者说法称，考虑到川普和习近平的行程、移动路线与安全，川习会可能不在 APEC 的庆州主会场举行，而是在釜山金海机场的益丰楼。川普29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我们会跟习主席有很棒的会议，很多问题都会解决。他预计跟中国会达成非常好的协议，因此这场会谈无论对美中两国以至全世界都会有非常好的结果。外界关注川习会是不是可以让北京松绑稀土管制，恢复采购美国大豆，并促成 TikTok 美国业务转移协议。另外，在经贸议题之外，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台湾。川普先前曾预告台湾议题已列入和习近平的谈话议程，但他在29号改口不确定。川普结束日本行程后，搭乘空军1号前往韩国，在飞机上回答记者询问台湾议题时说，我不确定我们会不会谈到台湾，我不确定。我的意思是他也许会想问，但其实没什么好问的，你知道台湾就是台湾。川普接着说，不过坦白说，台湾有个很棒的地方，他们也明白这点，那就是我们正在把很多晶片制造商带进美国。晶片似乎成为中美 AI 角力的主战场。凑巧的是，人工智能晶片龙头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也来到韩国参加 APEC 峰会。川普说，他可能会在川习会上跟习近平提及英伟达超级棒的 Blackwell 处理器。在美国高科技出口管制下，英伟达最先进的晶片无法出口到中国，在 AI 竞争中处在被卡脖子的处境。因此，中共在刚刚发布的“15+5”规划中誓言科技自立自强。在《华尔街日报》看来，中共倾全国之力谋求科技霸权，弃民生于不顾，根本上是缘木求鱼，根本行不通。因为中共的主要威胁非来自美国和西方的遏制，恰恰相反，这种威胁来自中共自身本末倒置的政治策略，也就是把国家的工业实力和政治稳定置于中国普通家庭的迫切需求之上。中共高层宣称是美国在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崛起，但中共“15+5”规划不达自招。中共如今面临的最大危机可能来自内部。中共结束不久的4中全会上审议了新的5年规划，从这个规划中可以看到，中共的核心战略是要继续强化中共对制造业和科技的控制，继续对国有科技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而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任务依然处在次要位置。中共4中全会后发布的公报宣布，“15+5”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强国地位，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这个政策路线是中共对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直接回应。习近平正寻求让中国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10月28号，中共发布了“15+5”规划建议全文，一些细节值得关注。在这份全文建议中，中共领导人承诺采取超常规措施，在半导体、先进设备和基础软件等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中共誓言要巩固提升中国在更多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增强中国在采矿、航运等传统行业的竞争力。无巧不成书，中共在中美关税战中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候，却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川习会登场了，中美贸易协议很可能在川普和习近平签字后生效，中美关税战可以降温了。虽然不那么稳固，但对中共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缓冲，让中共能够在不那么紧迫的地缘政治压力下，加快国内增强自主技术能力的行动。中共如果专注于科技强国，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必将受到忽视，成为次要的东西。的确，
经济再平衡，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敢买东西，敢大手大脚花钱，那才是中国人民期望的。然而，中共“十五五”规划对解决中国经济中严重的供需失衡、消费疲软和民生短板等问题提出的应对措施都是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中共承诺的促进消费都是渐进的，而且非常重视商品的增加和供给，而非刺激商品需求。社会保障网是中国百姓的后顾之忧，正因为中国人老无所养，病了没钱看病，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他们的收入减少，甚至失业了，更不敢花钱购物。中共“十五五”规划对构建社会保障的承诺，只用了尽力而为的措辞。这种不咸不淡的承诺，软弱无力，是一种敷衍和漠不关心。目前，中国经济徘徊在大萧条的通缩之中。中共财政收入无法负担社会支出，中共又需要在 AI 等现代最先进的技术中争得霸权地位，这才是中共认为值得大把使钱的刀刃。总之一句话，中共如今已经是捉襟见肘，按下葫芦起了瓢，警铃大作，却还在做着与美国争霸的春秋大梦，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纽约咨询公司22V Research 的中国研究部主管迈克尔·赫森表示，中国经济可能继续呈现出分平景象，这意味着中共在先进制造业和技术领域可能取得增长，但消费和内需疲软、通缩压力固化以及工业产能过剩依然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种分平模式导致的后果就是科技行业体量不够大，不足以拉动整个中国经济，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整体经济疲软会不会最终拖累技术创新，最后也陷入停滞？中共“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发布正值川习会登场的前夕，这表明随着中共与美国竞争加剧，中共决心加强科技自立自强和先进制造业。英国经济学人10月29号刊文称，市场对川习会充满期待。10月27号，美国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黄金价格则跌破每盎司$4000。但是英媒担心，即便中美达成协议，也极有可能成为一纸停火协议，非真正的条约。英媒认为，谈判将分为3个层次。首先，最容易达成一致的领域就是关税。关税正在严重压缩中美之间的贸易。据贝森特称，那项额外100%关税的威胁实际上已不在议程上，而原定于11月10号生效的另一轮关税也可能会被推迟。此外，美国为惩罚中国企业在芬太尼交易中所起作用而设定的20%关税也有可能被取消。川普在7月曾表示，中国在遏制芬太尼流动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有这些让步，澳新银行中国资深策略师邢兆鹏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有效关税税率仍将在20%到30%之间。作为交换，中国很可能将承诺大量采购美国大豆，这对习近平而言是个成本不高的让步，因为在年末其他供应来源枯竭后，中国本来也需要美国大豆。其次，难度高一些的议题将涉及对商品、知识产权及资本的双边流动所施加的新限制，例如稀土问题就属于这一类别。贝森特称，中国将推迟1年的稀土出口管控政策以重新评估。中方尚未公开回应，但考虑到中国在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几乎不可能彻底取消新政。全会研究合伙人陈龙表示，作为延期实施的交换条件，中国很可能要求美国放宽出口管制。美国长期以来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但若以稀土市场准入换取尖端晶片准入，对习近平而言可视为一次胜利。第三，谈判内容将是最为棘手的，涉及地缘政治。川普希望俄罗斯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而中国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习近平则可能推动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改变态度，比如公开表示反对台湾独立。但习近平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促使普京寻求和平。川普团队强调，美国不会为了达成贸易协议而改变对台政策。如果此次会谈能在容易达成一致的领域取得成果，可能为川普在明年初访问中国铺平道路。
到那时才有望着手解决更棘手的问题。暂时停火也可能符合双方利益，对中共来说，这段缓冲期可用于安排人力来执行其新的稀土政策，美国则可利用时间准备新的反制措施，比如限制飞机零部件或晶片设计软件的对华出口。历史经验表明，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已成定局，中共的“十五五”规划正在为新一轮更激烈的博弈磨刀霍霍。因此，中美任何协议都很难持久。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